OK，Hello，大家好，大家新年快乐！我是乌龙茶，在这里呢，恭祝大家虎年到好运，到虎年发大财啦！All right，然后呢，最近当然我们可能股市有一点 dry 啦哈，大家可能交易都比较少，尤其是之前科技大跌了之后，虽然最近 maybe 有一个 technical rebound maybe 一个2 to 3%，有一些甚至 rebound 一个5% 啦。But 我个人这一边呢，其实没有太多的操作啦，因为之前就已经买好的，现在是等着看它还会不会再跌更多，然后我就继续买哦。毕竟大家都知道，最近美国那一边呢，它是关系到升息的问题啦。之前讲是要上0.25个基点啊，现在又讲还要上50个基点，so maybe on 升息方面会更 aggressive，and then 我们在科技这一边可能今年会比较动荡啦。Nevertheless，今天的主角并不是要听我讲这些美国的科技股，并不是听我讲这些 NFT、Crypto 等等。今天呢，我们有邀请到一个公司，它是 BTM Resources 啊。就大家所知道的，就是最近我们大家都很注重 ESG 这个 topic， 当然不止 ESG，Renewable Energy 也是我们正在关注的一个话题。毕竟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ESG 那一边有这个 ATMS， 因为不符合这个劳工法令呢，而直接被license撤掉它的 contract。然后当然另外一边 renewable 呢，随着这些电子汽车的这些崛起啦，就再循环能源呢已经变成一个新的一个趋势，尤其是有在这个全国的 Paris Agreement 2030年呢，它就促使这些全国的政府呢去减低他们所排放的这个碳量的 ，OK， 碳能量啦 ，OK， 它的这个 carbon 它要减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新的一个 trend。Anyway， 我讲一点关于这个 BTM Resources 这一间 company 小小这个介绍，说它公司的业务呢，目前呢，它是 more 读关于木材的上游跟下游，它有做一些 maybe 好像木材成型啊，一些承压板啊，还有这些生物质的这个颗粒制造啦 ，OK。So 这间公司呢，最近我们有看到它有做一些很多的一些 announcement， 就是可能公司就是要转型去这个我们叫做 biomass 啊 ，OK，biomass 的这个工厂，所以最近我们就看到有这个业务它想要进军。Anyway， 这间公司呢，可能大家并不是很知道吧？你可以去开 maybe TikTok Stock 还是 Malaysia Stock Bits， 然后输入 BTM， 它是一个算是 penny stock company 啦。之前在2021年的时候，可能小有出名一点，是因为之前 penny stock 有被炒起的。So nevertheless 呢，就算它现在是一个亏损中的 company 呢，我们也是要去了解一下，看看它现在所做的这个转型呢，是否可以帮助到 company。一个公司呢，其实是没有好跟坏的，最重要是看这间公司要如何发展，尤其是一个 company 如果它是亏损中的话，这样我们就更要去观察，它是不是可以由亏转盈。像之前这样子 Emulus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啊，由亏转盈的一个 company。当然 DNEX 也是，它卖有 Silterra 过后，又是由亏转盈。So 今天我们就会仔细去探讨一下这一个公司到底值不值得让我们去观察。当然，在开始介绍这些管理层的这些重量级 VIP 人物上来之前呢，我一定要做一个小小的 disclaimer， 就是呢，今天呢，我们纯粹是带着一个研究的一个看法呢去看这间公司，所以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啊 ，OK 啊，没有 call buy， 没有 call sell 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你们不要在这边问神啊、问股价等等 ，OK。So 我也废话不多说，我现在呢就马上去欢迎我们的 Mr. Tan Yap Sing， 还有这个 这个 BTM Resources 呢的 ED Dato Wu， 同时呢还有从这个IR 那边来的 Ashton，OK， 我们就欢迎他上来。OK，Hello everyone. Yes, hi. Hi，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to you 新 too. 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OK，Cameron 这个东西就可能你要跟大家谈一下今天的流程了，然后我们就轮流上来分享万亿BTM这些公司的业务以及它的前景。可以，没有问题。OK， 小小的介绍一下今天的流程啦。So 这一边呢，等一下我们会当然是由 Ashton 呢，他会去 present 一下给大家知道这间公司的业务。毕竟
可能这间 company 大家有不熟悉的，还是可能它业务大家只知道它是一个木屑颗粒制造的 company， 大家不熟悉嘛，所以由 Ashton 会来跟我们讲一下关于这间公司的企业。Then after that 当然我们就会 present 一下公司最近 maybe 有什么新的一些我们叫企业啦正在走着，可能他买了一片地啊，什么 proposal 等等的。OK， 这一些也是会跟大家一一去讲解。And then after that 呢，我们就会有一个 Q&A session。Q&A session 呢，就会有Dato' Wu 跟 Mr. Tan 会来跟我们去解答啦。Alright， Mr. Tan 有什么这一边要补充的吗？没有，我们就按照正确的时间开始了，谢谢你。OK， 没有问题。Then 我们等一下就会放Dato' Wu 跟 Mr. Tan 出来啦。所以现在我们先去听一下今天这个公司的这个 presentation，and then after that 呢，你可以看到大家今天穿的红彤彤的嘛，都是在新年这个期间跟大家拜年。So 今天这一个 interview session， 希望我们有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心情去听这个 interview。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大家放在 comment section。我相信不止我 ，Mr. Tan 还是 Dato' Wu 都很会非常开心的去跟你们解答这些问题啊。Alright，so 我们有请 Ashton。OK， 那么首先大家好，我是 Ashton。那么 Cameron， 你可以帮我确认一下，就是你看到我的 slides 吗？有可以看到，没有问题。OK， 好。OK， 大家好。那么就像前面Cameron 所说的，其实我们是一家从事木材行业的一家公司。那么近期呢，也进行一些改变，要往这个绿能源的这个方向呢前进。那么现在我就先从我们这个业务来谈起。其实 BTM 呢，我们在这个木材行业算是一个老行家了，因为我们在这行业其实有50多年的一个经验。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业务呢，其实是概括了上游一直到下游。那么上游我们有什么业务呢？就是这个原木开采啦、锯木啊，以及这个木材的贸易活动，这些都是上游。而下游的话呢，我们是有这个窑干，也就是木去烘干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个木材承压以及这个压模，就是这个 molding 我们叫做，然后最后也就是Cameron前面有提到的这个生物质木屑颗粒。好，那么现在我们就先把整个业务呢拆开来看。那么60%的这个业务呢，其实是来自前面我提到的，就是这个窑干啊、木材承压以及这个磨压。那么剩余的40%业务呢，则是来自这个生物质的木屑颗粒。OK， 那么首先我们工厂其实是位于这个登嘉楼州。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板，这些模板呢跟这些木材承压呢，其实我们主要的对象是谁呢？就是一些做家私的这个生产商。你看啊，无论是我们家的这个咖啡桌啊，或者一些木的家私啊等等的，其实他们都是会有用到的。那么主要的客户呢，也是来自本地以及欧洲。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板，这边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板。OK， 好了，那么其实那个也就是我们的一个60%的这收入来源是来自那个业务。那么我们剩余的这40%收入来源呢，其实是在这个木屑颗粒。那么这边就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木屑颗粒以及它的这个用途。其实木屑颗粒呢是一种我们叫做绿能源的这个燃烧料。它是什么组成呢？就是当我们在锯木的时候呢，或者在生产这些家私以后呢，会产下一些我们看到这些屑啊，就是我们叫做废屑。那么我们是拿这些废屑烘干以后呢，去进行加工，就是把它压缩成一粒一粒的这个颗粒状。因此呢，当我们拿到这个完成品的时候呢，其实它这个密集呢是非常高的，它的密度是非常高，而且它的这个含水量，由于我们烘干了以后呢，所以含水量也非常低。这也就导致在燃烧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当你的密集越高，你所释放的这个能量也就越多了。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你又可以用很少的这些木屑颗粒呢，就能产出很大的这个能量。这也就为什么木屑颗粒是在那么多燃烧料里面呢是排名第一的，是我们叫做最佳的一个燃烧料。
那么以这样子的一个燃烧料，其实是很多先进国家正在用，比如说韩国、日本啊、欧洲等等，主要是一些发电厂都有跟我们购买这些所谓的这个木屑颗粒来去燃烧。这边就大概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在生产木屑颗粒的一个过程吧。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先把这些废木收集起来，那么废木放一边，木屑放一边 ，OK。废木呢，我们首先就放去我们这个角木的这个一个机器里面，把它们打碎成适合的一个体型。那么等到它变成适合体型以后呢，我们就去进行这个烘干，把这碎木放进我们这烘炉，去把里面的这个水分给逼出来。这个的用处就是要避免这些木发霉或者腐烂 ，OK。然后烘干以后呢，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机器呢，就是在中间这边呢，就是我们会把这些碎木放进去，这个大型的一个锤子机器啊，它会把它一直锤，把它弄得更细更小。弄碎以后呢，这些就通过我们这个传送带送到这些压缩机，就压成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颗又一颗的这个木屑颗粒了。那么这也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生产的过程。其实说到这边呢，以上就是我们整个木材的一个业务的一个概括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这边会比较快的带过呢？是因为这些算是我们原有的这个生意，但是我们在未来的这个重心呢，依然会放在前面Cameron 也有提到的这个绿能源。好，现在我们就来说绿能源。当我们提到绿能源的时候，相信很多人大脑里面呢会浮现两个绿能源。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常常听说的这个太阳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水力发电，就是这个 hydro。因为这两种绿能源其实算在马来西亚呢是比较普遍的，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或者公司要做的这个项目呢，相对来说比较小众。因为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绿能源呢，是这个生物质发电厂，也就是 biomass。那么整个项目呢，会以燃烧废木为主，就是我们通过燃烧这些废木去产这个电。那么好了，燃烧废木，那么我们每一天大概用的这个木材是多少呢？其实我们项目计算出来是每一天需要350吨的这个木，那么一年下来就要燃烧差不多180千吨左右了。然后说到这边，可能有些投资就会觉得哇，听起来好像很多，因为吨呢，一吨是1000公斤嘛。但是其实大家知道是我们的这个工厂位于登嘉楼，那么登嘉楼什么最多？树最多，所以很多这个树桐的这些板厂。然后根据这个登嘉楼州呢的一个数据呢，其实他们一年伐木量就是砍伐的这个木呢是600万吨。那么所产出来这些废木其实就是有差不多120万吨那么多。因此呢，如果以这样子来计算，其实我们只是需要它的10%而已了。所以供应方面呢是非常充足。Okay. 好了，那么既然公司要进军这个绿能源，做什么生意呢？你要有买家才会有卖家，对吗？那么今天如果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要卖电的话，能卖给谁呢？当然就是我们这个能源老大Tenaga了 TNB。那么其实我们这整个的这个供电方案呢，在前年的这2020年7月1号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获得马来西亚 SEDA 的一个批准。那么我们也与 TNB 呢签下，就是在2020年的7月尾的时候就签下一个21年的这个供电协议了。那么供电协议主要的这个细节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小时这个发电厂能发出的这个电能是差不多12个 megawatt。那么按照协议呢，前面的10个 megawatt 的电呢，我们是需要卖给 Tenaga 的。那么一年下来呢，我们至少要供应大概80千小时的电给他们。如果在这期间呢，我们还有剩余或者我们叫做溢出的这些电能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公司就能选择说去卖给 TNB， 或者说自己用。
就是说我们因为这些烘干机啊，这些机器都是需要用到电的嘛，那么我们可以达到一个自供自给。好了，那么我们既然都说到卖电，那么这个电费多少钱呢？这个价格是多少钱呢？其实我们所得到的这个价格呢，算是相当漂亮了，因为我们每一个megawatt的，我们是卖差不多0.35，就是3毛半这样子了。那么在行业里面呢，算是非常有一个吸引能力了。好了，现在合约也下来了，也签下协议了，方案已经有了，那么是不是就需要厂房？那么厂房这方面呢，公司也不是自己去建设，就是自己去完成这个建设，而是去委任在这个绿化能源有非常多经验的一家 EPCC 上市公司，也就是 Seamaden。那么 Seamaden 呢，它就会协助公司呢去建设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发电厂。那么整个项目所需要的这个费用是大概115个 million。OK， 好了，现在也就是到最重要的环节了，什么都有。他们说，有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真的是万万不能。OK， 那也就是来到钱的这个部分了。那么大的资金要去哪里找呢？所以这期间呢，公司也寻找不同的这些金主爸爸了。那么BTM 呢，公司也非常荣幸能够得到这个 MBSB 银行的一个支持，就是愿意把贷款呢借给公司去建设厂房。但是呢，它的条件就在于说 MBSB 我只是能出80%的这个费用，也就是大约92.5个 million 左右。那么剩余的这个20%呢，就由 BTM 你们自己要去想办法去筹到这笔钱。OK， 因为不可能我一个人出到嘛，因为到时候这个风险太大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MBSB 以及公司的一个协议啦，算是就是他们肯出钱，但是前提公司要拿出20%的这个资金。好，那么这边同时呢 ，MBSB 也非常了解到，就是说，因为公司你建设这些厂房，你是需要买机器，那么买机器的这个过程里头呢，很多时候这些机器都是来自国外，那么国外你就需要一个就是外汇的一个对冲了，因此 MBSB 也非常就是慷慨的，就是把一个6.7个 million 左右的一个资金呢借给公司去做这个对冲了。OK， 所以总共 MBSB 借给公司的这个资金呢就是99个 million 了。好，现在我就把整个一个这个项目的这个流程呢，就是给大家理一理了。那么首先呢，我们这个项目是一个绿化能源的项目，那么地点是在登嘉楼，我们的这个供电量每个小时是可以达到10个 megawatt。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卖电呢？就是在2023年的这个1月，我们预期是这个时候呢开始供电。那么供电的整个协议是21年，我们每个就是 megawatt 的这个价钱是3毛半。好，那么我们如果是要在2023年开始去卖电的时候，但也意味着我们要从今年开始就施工了。OK， 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呢，是会大约要用差不多1年左右了。那么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就可以在2023年就开始卖电，也就是意味着公司正式的进军了这个绿能源的这块业务。那么简单概括来说，其实主要 BTM 的整个收入呢，目前的整个收入依然还是来自这个木材的这个业务。虽然说今天发电厂的这个贡献的收入是为0，要等到2023年公司才会有这个收入流进我们的这个裤袋了。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今天发电厂对 BTM 贡献是0，但是明天这个贡献会从0慢慢提高到20、30、40，因此呢，这个发电厂呢，它只是一个起点，它肯定不是我们公司在这个行业的一个终点。
OK，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公司的整个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以及目前的一个业务了。那么前面EE也是有提到，就是我们公司最近有很多的这个新闻呢，就是这个很多 announcement 呢，给我们现在我们就也带大家去了解一下公司最近的整个的一个动向。OK， 好，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发电厂的这个土地了。因为你看，我们全部都有资金，也有到最后就是这个厂房要在哪里建设，我们要在槟城，要在吉打还是在哪里？那么因此，公司在寻找整全马以后呢，终于也在上个月，前2个月，就是12月2021年的时候呢，公司选择在丁加奴，也就是位于一个科马曼的工业区的一个土地呢，决定在那边建设这个厂房。因为公司也和这个当地的政府达到了一个协议，也就是先租一个20 acre 的这个土地，那么租赁呢是30年，跟这个州政府借30年，那么租金呢是大约3.9个 million 啦，那么差不多4个 million 左右了。OK， 那么虽然公司就是这个所谓的第一个发电厂所需要的这个土地只是21个的这个土地，但是和当地政府呢也是非常帮助公司了。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帮助公司保留这片土地周围的30加30 acre 的这个土地，以便公司在未来如果有需要去建设别的发电厂的时候呢，就能够用到这些土地。那么因为靠近嘛，也比较方便。OK， 好。那么说到这边，有些投资者就会好奇，为什么一定要是格玛曼？为什么是丁加奴？那么你这个土地到底有什么好？其实公司选的这块土地呢，可以说是地理位置非常非常好，然后非常有战略性。因为公司要做的是发电厂嘛，那么其实在这个土地不远呢，差不多在4公里以内呢，就有了这个 TMB 的我们叫做 PPU。那么 PPU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叫做转电站。因为就是像所有的这些发电厂一样，每个发电厂呢，其实都是需要有一条电缆呢，就是通往这个 TMB 的这个转电站。当这个电呢顺利达到这个 TMB 的这个转电站以后呢，才算是成功把这个电卖给 TMB。因此呢，从这边可以看出，就是这个电，就是这个发电厂以及这个转电站的这个距离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因为你想啊，如果整个距离很远的话，比如说10个 km、20个 km， 哇，这样子费用就真的非常高，因为公司要花很多钱去拉一个10到20 km 的这个电缆去通这个转电站，这样一来呢，其实整个的这个运营成本呢就会大幅度提高，这也就再一次凸显出3.8公里的一个 km 的距离的一个重要性。因此我们才会说公司也非常幸运了，那么州政府也非常支持公司，给公司一个那么好的一块土地。OK，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公司这个发电厂的这个位置了，主要是凸显它的一个地理位置的优势。好，那么有了土地了，那么其实公司整个这个发电厂的这个项目呢，就差一步，什么呢？就是这个原材料的这个供应。因为看我们前面有提到，其实公司所建设的这个发电厂，它每一天呢要燃烧的这个废木呢是大约350吨，才能生产出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电力。因此呢，为了得到一个非常稳固、非常有保障的一个供应呢，其实公司也和2家供应商呢签下了一个长达21年的这个废木供应协议。那么第一家公司呢，就是这个 BTM Timber Industry Sdn Bhd 了。在这个协议呢，就是BTM Timber Industry Sdn Bhd 他们一天呢就会供应大约50吨的这个废木给这个发电厂。那么价格呢会按照市场价格漂浮了，时高时低。但是它特别之处就是这个价格是有个上限的，它上限就是被定在90块钱。
那么如果今天市场是100块呢，它还是会以90块卖给这个发电厂。OK，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协议的一个特别之处。那么做一个简单的数学，350吨扣除50吨，诶，是不是我们还需要300吨？哇，这个好像有点不够。因此呢，公司也与另外一家供应商，也就是这个 SPPT Development 沈家本汉呢，也签下类似的这个废木供应协议。那么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说，与这家公司所签的这个废木协议呢，其实这家公司它能供应的这个量呢，是比前面的这个 BTM Timber Industry 来的更多。它一天是大约能够供应250吨左右。好了，那么两家公司其实这供应商呢，能够提供给公司的这个废木量，其实已经是有300吨了。这样一来呢，它的好处就在于什么？它能够大幅度去减低 BTM 公司需要向外购买废木的一个量，因为前面的80%到85%的这个燃料呢，也就是这个300吨呢，已经有了一个保障。那么剩余的这个50吨呢，就算是公司按照市场价格与周边的板厂购买或者周边供应商购买，虽然说价格是没有一个上限，但是由于前面的80%的这个成本呢已经是固定了，因此剩余的这些15到20%，其实它的这个波动率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就对于整个的一个运营成本而言。Okay， 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出，其实管理层他们在就是推出一个业务或者进军一个业务的时候，是有很多的这个考量，并且是一关一关慢慢的一个一个去解决这些难题了。OK， 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近期我们可以从股票交易所可以看到的很多的这些我们叫做公司的活动了。那么主要有4个了。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繁种计划，也就是公司打算在发电厂附近呢租片一个森林地去做这个繁种的这个计划。OK，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公司想要做这个通过附加股的一个方式呢去融资，以满足这个建设厂房所需要的这个内部资金。第三个呢，就是公司要进军这个新的这个业务，需要就是各位股东的一个批准。那么第4个就是公司的这个 ESOS 啦，主要就是来奖励公司的这个员工以及这个管理层。OK， 那么我们先从第一个活动说起。第一个活动，有些人听到这边就会好奇，你们刚才不是讲你们已经签下了2个供应商，已经有稳定的这个供应了吗？那么为什么你们还要做这个繁种计划？因为它其实背后逻辑是什么？就是做生意天有不测风云，人算真的不如天算，所以管理层也就觉得，我们其实是需要一个我们叫做 Plan B， 一个备案。然后这备案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在发电厂附近呢去租一片大约面积2255 acre 的一个森林土地，那么是以25个 million 的一个租金，它的这个租赁的这个期间是差不多63年。那么他们就打算在这一片森林土地呢去繁种一个叫做阿卡西亚的这个植物，作为公司在未来的一个燃烧的原材料。其实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逻辑呢，就是像是用另外一个例子是像 KFC， 你看KFC 长期以来呢有和别的这些厂家都有买鸡，但是呢其实他们本身自己也有养殖鸡，因为这样一来呢，他们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他们能够避免因为供应链的不稳定或者失衡而影响到公司整个的一个业绩，公司整个的一个业务。那么同样的，回到 BTM 呢，管理层也是秉持这样子一个类似的一个概念了。因此呢，我们就觉得这个繁种计划呢，一定是要进行下去的一个项目了。好，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阿卡西亚呢？这边就
先简单和大家说，就是因为阿卡夏呢，它本身只是需要4年的时间，它就能够收割，然后成为这个原材料，而且它期间呢，它是不需要太多的照顾了，比如说我们不需要放肥啊，也不需要放农药等等。那么当然它还有别的好处，这些详细或者这些细节呢，我就留到等下的这个 Q&A 环节，大家可以问一下我们管理层大多物了。现在我们就来说整个的这个繁种计划是怎么样的一个计划。其实整个繁种计划呢是34年，也就从2022年今年呢一直到2056年。那么我们第一批的这个阿卡夏树呢，我们会从2022年开始繁种。那么前面有说到嘛，4年以后就可以收割，就是2020年加4年就是2026年。那么我们明年2023年也会再繁种第二批，2023年再加4年，2027年收割，那么以此类推，一直到2056年。那么这边说到这边，有些投资者就会发现，诶，公司的你们的这个发电厂不是2023年才开始运作吗？就算是你们签下这个协议21年到了，好了，2044年就到期了哦。那么到时候这些原材料怎么办？其实管理层呢已经是有自己的一个想好了，就是如果本身没有用到这些原材料呢，他们就能够转手卖给其他的一些发电厂啊，或者一些做这个纤维板的一些厂家。那么这样一来呢，还能够提供一个额外的一个利润引导或者一个业务吧，一个新的业务，也就能达到一石两鸟，何乐而不为呢？因此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做了很多东西，它是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相辅相成。OK， 好，现在我们就来到我们第二个活动。刚才就说了很多个数嘛，现在就我们回到就是比较商业一点，就是第二个活动就是公司的这个业务多元化的一个方案。因为公司在建设整个这个发电厂完毕以后呢，其实整个发电厂会成为公司最大的一个资产。那么将来最大的这个营业额以及盈利呢，也其实会来自这个绿能源。因此无论是资产上的变化或者盈利上的变化呢，其实会带给整个公司25%以上的一个贡献。那么在上市公司的这个条规下呢，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公司就必须开这个股东大会，向各位股东去获得他们的这个支持以及批准，让公司这个业务多元化，分散业务集中的一个风险了。所以这边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了，就是非常简单，非常直接。OK， 这些是一些细节。好了。现在第三个活动了，也就是今晚的这个主角了，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了，也就是这个融资，就是通过附加股的方式。因为这个我相信对于现有或者新的这个股东们都非常重要，因为大家都很关心接下来该怎么做。那么首先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管理层是怎么做。现在创办人呢，就是大多数用呢，以及他家族和一些我们叫做友好伙伴呢，他们目前持有公司大约27%的这个股权。那么既然是附加股了，那么肯定大股东肯定要一马当先，他们呢担保至少会认购2000万价值的这个附加股，也就是20个 million。换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管理层最少都会从自己的裤袋拿出20个 million的这个资金呢，给予上市公司去进行这个项目。那么如果整个这个活动顺利完成的话呢，其实这整个融资能够给公司融到最少60个 million， 最多88个 million。 那么这边大家就会问，那么60个 million 好像很多钱呢，这些钱要用在哪里呢？这边我们就有跟大家解释，这边呢就是我们筹到钱以后所需要花费的一系列东西了。那么重点其实是2个了，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繁种计划，因为繁种计划这个土地要租嘛，因此呢它这个租金是差不多25个 million， 所以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建设厂房我们所需要花费的钱，因为前面有提到 MBSB 它只能
给公司贷款80%，那么剩下的20%呢，也就是差不多23个 million 呢，是需要公司本身去筹备的。所以这个筹备的这个这个60个 million， 其中23个 million 呢，就是用于这个建设发电厂用的。OK， 那么其余呢，就是一些比较就是跟这个活动都有关系的了，但是主要还是这两个。OK， 好，那么这一次融资的一个附加股的这个结构会是什么呢？其实也很简单，也就是9 for 2。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拥有2个母股的话呢，你就能认购9个附加股。好，那么你每认购3个附加股呢，你就会免费得到一个 warrant。OK， 这边就用一个简单的这个数学的方程式和大家解释，这样大家就不会这样乱。OK， 好，现在2个母股的价值呢，以市场价13分来的话呢，2个母股乘以13分，你就会拿到26分。OK， 那么同时间，因为你有2个母股，你可以认购额外9个附加股，对吗？那么我们附加股的价格其实定在10分，所以9个附加股乘以10分呢，我们就会拿到90分。如果我们把26分加90分2个加在一起呢，我们会得到116分。那么我们手上的票呢，也是11张票。好了，如果我们是116除以11的话，是大约10.5左右。但是这个是我们的成本吗？其实并不是，因为别忘了我们还有免费3张 warrant。OK， 那么 warrant 的市价是多少呢？其实通过计算的 warrant 这个市场价，它会是在11分。那么如果我们拿3个 warrant 乘以11分，我们就得到33分。假设如果 warrant 一上市，我们直接卖掉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我们116的这个成本呢，扣除33，我们会得到83分。OK， 83分我们再去除11张股票，我们其实整个的这个成本呢，会被拉低到差不多7.5分左右。因此，如果整个计划通过，并且成功推行，现有的这个市场价13分呢，它会被调低。比如说，如果13分调低到10分，这样一来呢，10分对于我们7.5分，我们是不是这样算？我们会有一个额外25%的一个折扣。那么当然，如果调整后的这个价格越高，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折扣就越大。OK， 我们希望以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呢，能够让大家更加了解，其实这整个这个附加股的一个结构了，然后方便大家去做一个决定。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说，有了这个附加股以后的一个情况吧。那么以目前公司这个票呢是170，流通的票是170个 million。那么在最低情况下呢，就是融资以后，市场的票呢会进一步扩大，就是会加多一个600个 million， 变成771个 million。OK， 这是在最低情况下。那么在最高情况下呢，为什么会有这个最高情况下？是因为公司现在还是有这个我们叫做 warrant B。那么如果 warrant B 的这些持有者决定转成母股的话呢，公司的票呢就会增加，那附加股也会增加。因此呢，在最高的一个情况下呢，公司的票会来到1个 billion， 也就是多一个230个 million 左右了。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会维持在771咯。但是很大概率呢会维持在771。为什么呢？因为 warrant B 的这个转换价是20分，那么以目前的这个股价是13分呢，自然而然会数学的都不会去转换了，因为你转换你就是亏钱。所以我们大概率预测整个的一个公司流通票呢，在在计划完成以后呢，会来到770个 million 了。OK， 好，这边呢我就最后做多2个补充了。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这个招股书里面呢很多字密密麻麻，但是主要的2个重点是什么？就是第一个 warrant C 的这个转换价格呢，其实是与附加股的价格是一样，就是定在10分。OK， 所以 warrant C 的转换价格10分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 option model 呢，
计算，就是 warranty 的这个市值啊，或者这个就是市价呢，在上市以后呢，应该是11分左右 ，OK？ 因为这边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前面我们提到市值是11分嘛，那么有些人会想，为什么是11分？所以这边就跟大家解释，我们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模型去计算出来的 ，OK 了。那么总结来说，前面我们说了很多，就是说了木，也说了商业，那么现在就来到结论了。根据公司与 TMB 所签下这些合约呢，发电厂必须在今年年初呢就开始就是启动，开始建设，才能够在明年1月开始可以卖电，给发电卖电。所以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附加股融资计划呢，其实我们在说的当时呢，也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么希望呢，我们是争取能够在这个1-2个月之内呢，去完成这个计划，那么筹到公司所需要的这个资金。这样一来呢 ，MBHB 才会发放那个80%的贷款，让我们去把这个厂房建设起来。所以这边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得到你们大家大大小小这个投资的这个支持了，让我们往更好的方向前进。OK， 那么以上也就是我的一个分享了，我把舞台交回给主持人E Cameron。All right， 好，我们谢谢 Ashton 他这么详细的讲解啊，因为我跟 Ashton 其实陆陆续续有做了几次直播，所以我看到他其实在 presentation 方面是越来越进步的。其实对于这种企业这些 proposal 你自己去看呢，其实是很难 get 得到的。But then 你会看得到，Ashton 他对于这些企业这些 proposal 他讲到非常清楚，他把重点 summarize 给大家看。所以我们谢谢 Ashton，then 我们就请 Ashton 先下台，然后我们就请Dato' Wu， 同时还有 Mr. Tan 就上来和我们去做这个 Q&A session。All right， 谢谢 Ashton。好，谢谢。拜拜。All right， 现在 Mr. Tan 跟 Dato' Wu 就 join 了我们。So hello Dato' Wu，hello Mr. Hi, good evening. So good evening. So are you ready for the Q&A session? Yes, I am. Yeah. All right. So basically, I'll try to use Mandarin to ask a few questions, and then Mr. Tan will be translating it into English to you. And then after that, he'll be translating your answer into Mandarin lah for the audience 啊。我会听一点的，没有问题。OK， 没有问题。All right， 这样我们也就直接开始今天的 Q&A 啊。其实我看了 BTM Resources 整个业务的 presentation 啊，当然我也是有去看 annual report 跟最新出的 quarter report 啦。让我发现到一个很痛的一点就是BTM 从2017年到现在其实是处于一个亏损中的状态嘛，它是有 revenue， but 因为它的 cost 导致它亏损。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这几年来亏损的？ Okay. Just to answer the question straightforward, yes, we are experiencing some losses. BTM Resources have got 6 wood pallet production lines. All right. Our capacity as a overall, we are able to produce 9,000 to 10,000 metric tons a month, which work out to be approximately about 108,000 to 120,000 metric tons a year. At the moment, we are running only about 1,500 metric tons. The reasons behind it was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on the logging, there is not allowed being logged for the wood waste, and the supply of wood waste are being disturbed by logistics as well. The supply of the raw material is getting very scarce, and we are unable to produce what we're supposed to produce. All right. Besides that, also, that's why the corporate exercise being done lately, we are in requirement of some working cap. As we all know, timber business in the world now is very difficult to get any loan. We are doing it on a cash business basis. But for the moment, we are actually touching to a capacity of 3,000 metric tons a month. We should be able to break even if we are running 3,000 metric tons a month. And if not, when it reaches the 6,000, of course, we will see lucrative profit in there.
We are anticipating this whole issue will be over by 2022, and we should be seeing black in black by year 2023. OK，非常谢谢大都跟大家分解这方面的这个答案。目前这个公司生产的这个木屑颗粒的生产线，最主要会有一些亏损是在于什么？根据公司这个设计生产线的这个生产量呢，其实应该是每一个月能够达到大概9000到10000公吨，也是一年可以达到大概是110到120千的公吨。但是因为在这新疫情之下呢，就面对到伐木业的活动并没有办法积极的进行，而且运输业也受了很大的打扰，就演变这个废物材料的供应呢会不足够。现在在过去这亏损最主要就是每个月的这个木屑颗粒生产量大概是1500公吨，就面对一种生产量不足够，没有一个经济的效益。也同个时候，这个木材这个行业里面呢，最主要是现金为王了，比较难跟银行借到这个贷款。在原材料不足和员工受打扰的情形之下呢，暂时还面对一个亏损的状态。但是从今年开始呢，公司的生产量已经慢慢从1500公吨每个月增加到大概是3000公吨每个月。所以预测，如果一切的技术发展良好的话，在这个2022的财政年度之内呢，希望能够达到一个收入平衡的局面，这种 break-even point。如果继续能够把推动到每个月的生产量到6000公吨的话，那么达到盈利的目标是指日可待希望能够在2022或者是稍微迟点拖到2023公司就能够转亏为盈。我希望各位投资者和股东能够继续留意公司接下来进一步的动态。谢谢你。OK， 明白，谢谢的都顾跟Yap Sing，他帮我们去翻译。然后我就很好奇，就是公司从1500公吨它恢复到3000公吨了，然后它预计在2022年才能恢复6000公吨。But 其实currently 我好像记得government没有太多 restriction on 这些劳工是吗？最多是要跟着 SOP， 然后 social distancing 吧。我是可能在这方面可以跟我们讲解多一点。就是为什么它不是 immediately 在整个政府它已经是公开开放整个经济过后，它不是 immediately 回去6000公吨，而是它还要慢慢再增加下去那个 production。你需要翻译你的问题一下。Okay, so I'll be translating my question. So, what happened now is right. Now we are not in MCO. So previously we are in MCO. Yes. So maybe government has a few restrictions on maybe the employee have to do social distancing SOP, and maybe only 50% of the employees are supposed to go back to work. But then currently now in Malaysia, our government doesn't impose such restriction anymore. So why does the current production rate is still about 3,000 公吨lah? Okay, I'm not sure what's in English. And instead of going back into the break-even rate of 6,000 tons. Okay, very straightforward. I think quite easy to answer that. Basically, we all do know about the situation when there is a sudden change when the government have released off the SOP. The things just doesn't bounce back that way because you have got labor that is you cannot come in. There is a structure change where we need to increase the capacity. We need to bring in the labor as well, number one. Number two, the raw material that has to stop for a while, you need to get the people to lock out, and the logistic is the next problem to bring it out to our place to be manufactured onto the pallets, right? Number three, the importer from Korea. The demand is there, they submitted in, they put in an order. But the export, okay, the logistic part of it with the container, it takes time for arrival. We are trying to sort out a pricing of the logistic and the freight charges to commensurate with our sales price and the delivery timing
there is a lot of difference in terms of pricing, which we are trying to slot in with the best pricing, so that we do not lose money. At least we make some money. So that's why you can see there is a transition period, okay, where we can see that the prices, the metric ton is produced. Yes, we produce, but in our calculation, it's produced and sent out and order is made. Our production can meet it, but our so-called lock-in profit against the manufacturing is locked down to at least about 3,000 only. All right. Okay. I hope that will answer you, right? Okay. 大多数的解释是讲说，我们表面上这个新疫情的宽松的政策之下呢，看来就能够马上恢复正常，这个是理想中的答案了。其实大家做生意都知道，讲说，尤其你开工厂也好，或者是你要做这个非常大的制造业，员工的来临并不是讲你按一个钮，明天就跳出来，因为它不是一个电脑。这个是真正式的员工，所以员工的短缺呢，在疫情的突然间开放，你要请大部分的员工是面临少许的难题啊。另外就是运输，运输是讲说，你要从森林里面把这些树木摘出来，然后砌成这个废材来生产这个木屑颗粒，这个过程里面也会面对这个运输的打扰了。尤其这个是不正常的年份，如果有不正常的操作的情形，是情有可原的。所生产的木屑颗粒呢，当你售卖给这个外国的购买者，尤其是韩国生物质发电厂的购买者呢，他会叫你计算你卖的价钱要包括运输费。大家有做进口出口生意都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运输费高涨，1倍、2倍、3倍、4倍、5倍，甚至超过7、8倍，所以就变成一种很不稳定的状况。要卖很高的价钱还是要卖很低的价钱？因为你要包括运输费。就算你能够给起这个运输费，现在全世界这个船运受到个很大的供应失衡，有钱订不到船，有船来不到港口，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并不是说只要你的厂里面能够生产这个木屑颗粒呢，你就能够完全卖得到，因为毕竟。这个应用品并不是在定加炉燃烧，而是要运输到韩国和日本不同的发电厂里面燃烧，所以这一系列的过程呢，就演变成在转变的期限呢，公司是增加了它的供应量，但是还要面对一些外在的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时间来解决。明白，现在确实是一个内忧外患的一个问题啦，因为毕竟这个 freight 的这些问题呢，其实不只是我们看到 BTM Resources 啊，很多这一些跟运输有关系的这些公司呢，陆陆续续都遭到这个 freight rates 增加，说他们的成本增加，我觉得在这个期间是 understandable 啦，尤其是最近你看到 Baltic Dry Index 它从最高点现在有稍微在下降啦 ，maybe 一个 10-20% 也在回调着。我们希望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它可以再陆续下滑了。当然这个是我们希望所看到的，不只是大都希望所看到。我们身为投资者呢，有很多公司呢也可能会因此而去反弹了。Anyway， 我就 proceed with my next question. Dato' Wu, okay, Yes. I'll be asking in English, then I'll be translating into Mandarin lah, just for the investors to know. Yes. All right. Just wondering, since BTM Resources has been wondering in the wood-related products,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for quite many years. What caused you to change your direction and venture into maybe the greenfield biomass power plant since July 2020? Okay. First and foremost, I would like to reclassify what you have just said. All right. All right. We have never gone into a new business. All right. Renewable energy is actually an extension of our existing core business. All right. All right. In 2017, we have gone into manufacturing wood pellets. All right. Now, wood pellets is a form of renewable energy. All the time, whatever wood waste we have, when we chipped it, the sawdust being out from the wood base, okay, is being compressed, molded, and turned into high density with high calorific value, turned into a pellet form, small and precise, and utilize it as a fuel for
power plant. This is a form of renewable energy, green energy. We have started this as early as 2017. We have never doubted that BTM from day one, okay, many years ago, we have been creating a lot of wood waste because we are actually sawmillers, all right? Now, all this wood waste has been turned into something that is able to sell with a good pricing with the green technology package, ESG compliance. We call it 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compliance, and also in green technology. We have been supplying to Korea. One of our biggest clients is Coen, has got 10,000 megawatt of power plant into Korea, and we have been supplying to them. All right. With our copious wood waste that we are generating every year, which is being thrown to landfills, now is being turned into money generating into a business called biomass renewable energy. Now, with this that is ongoing to Korea, all right, people in Korea are buying from us. So what we are saying is, why should we just sell to them? We must also do a little bit of our own to help our own country. We are also in need of also green energy, biomass renewable energy. That's where BTM in 2019 applied and obtained the PSS power study, and we have officially obtained our fit-in tariff rate in 2022, and the REPA agreement was done in July 2022 with the intention of creating our own power plant using biomass renewable energy. So it is not a new business. It is an extension of our core business. OK， 非常谢谢大都这个分解。他最主要想强调是想说，其实公司并没有开发一个新的生意，只是把现有的这个木材业的生意继续延伸、继续扩张出去。从2017开始呢，公司就开始生产了这个木屑颗粒。木屑颗粒最主要是把这些废材废料就讲木屑的木粉把它打碎过后制造成为这个木屑颗粒。这木屑颗粒其实是一种砾化的颜料，最主要是卖给韩国就是发电厂，其中一个最大的买家是Kobe，是一个韩国一个非常大的发电厂。它所生产的这个电力大概是10,000个 megawatt 每个小时。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公司是在协助做不管是马来西亚或者是外国的国家，达到一个叫做 ESG， 就是讲说环境、社会以及在监管方面的这一个竞争力，尽量增加这个世界上的砾化的目标，增加了氧气而减少了这个二氧化碳。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公司想，既然都把这个原材料卖给这个韩国的发电厂，倒不如能够进行本身制造的这个生物质的这个发电厂，千等万等，总要等到时机哦。那么就在2019的时候，马来西亚的政府通过这个 SEDA Sustainable Energy Development Authority 就开放了讲有意要申请这个执照，开发这个发电厂。那么 BTM 也很幸运，就在2020年7月的时候得到这个执照，也在2020年7月跟这个国能发电叫做 Tenaga Nasional 签了这个发电的买卖合约。通过这个 Feed-in Tariff 这个供应电能的这个计划呢，公司就希望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能够对于马来西亚这个砾化的过程呢，对于这个碳中和整个目标提出和贡献一份力。All right， 谢谢大都和入境去clarify my doubts。All right，so next question， 这个嘛，就据我个人所研究啦，这种生物质的这些发电厂其实他们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因为我去看它其实目前的数据来看你会看到讲说，它会 face challenges from maybe 油气行业，虽然油气不是一个 renewable energy，but 无可否认的就是它在发电厂里面呢，它是属于一个比较便宜啦，对比去木屑啦，根据 research 比较便宜的一个 option。So 在这一个行业里面呢，它是会有很多 challenges， 所以我想要询问一下，就是Dato' Wu，你们在
进入这一个 OK 不算进入啊，你们就是去做这个 extension of 你们的这些 biomass power plant 的时候呢，有遇到什么问题还是竞争嘛？Okay, so my question is that from what I've researched so far, I have seen that biomass power plant, they have a few competitions, especially from like non-renewable energies like petrol. From what I've seen, currently there's still a lot of power plants that choose maybe petrol, ONG as their main source for power plant, for developing power plant. Also, there are also other renewable energies such as solar, or maybe we have hydro in Malaysia. So what are the challenges Dato' Wu face when you're currently operating a biomass power plant? So just to let the audience know. Okay, great question. All right, Cameron. Now, very simple fact. I think in terms of technology in biomass renewable energy, all right, has been established since 100 years ago. This has been utilized and been made in technology-wise. It is getting good. Efficiency has gone up to even as high as 88%. You know, it is known and is a parameters that's within our control. And whatever that is the design and all these things can be designed accordingly depending on what capex you want to put it onto a power plant. All right. The only thing that we cannot control is actually the fuel cost in running the power plant. The fuel cost in here, like what you say, petrol and all these things, ours is using wood waste. All right. Why are we going into wood waste? It's because our core business is in timber. We have our operation in these molding, kiln drying, molding, and also finger joint. All these have got wood waste. We have been generating wood waste. Of course, okay, you ask me, the main challenge is getting the price as cheap as possible to get maximum profit. All right. Now, the fuel that we're using is wood waste. Our current business itself is generating 40%, approximately 40% of our consumption now. Of course, we still need to buy some from outside, okay? But people say you buy from outside, you are subjected to supply and demand issue. The price may go up, okay, or the price may come down depending on the timing of the supply and demand issue. But my point I'm explaining to you, you can look at the statistic. Terengganu itself is supplying out on the market for 6 million metric ton a year. All right. The wood waste, I look at it, okay, you have a minimum of 1.2 million metric ton a year. All right. And that our consumption is only 5 to 6% of the 1.2 million metric ton. So there are enough of wood waste. But of course, there is enough, but it's subject to the pricing again. All right. So that's where in the whole corporate exercise that we have submitted to Bursa in relation to our right issues is to also to purchase a 5,573 acres of land to do our timber replanting program. Timber replanting program is something like I'm planting my old field on a recycling method. Now, whatever that I plant in here can capture for what I need. Okay, so I do not have to depend onto the market. If the market price raise, I use my own field. If the market price doesn't raise, okay, I will use it. I'll buy it from outside. So I'm in control of the wood waste pricing. This is how I mitigated the risk in that thing. All right. So this is what we do in relation to the risk that we can, as I explained to you, the main risk is actually the fuel, and we have mitigated that accordingly. All right. Does that answer your question? Yes. OK，关于这一个生物质的发电厂呢，这方面的科技和技术也不是非常新的一个科技，其实超过1个世纪，100年以上。如果你去到这些美国或去到这个欧洲这些寒冷的国家呢，以生物质以木材来燃烧来发电。以前我们那个屋子里面只是取暖的，就是烧这个柴嘛，那么屋子才能够热。现在我们是烧那个煤气嘛，
所以这些这个木材的方式呢是讲说，在很大的方面呢，它的这个效率能够达到88%到98%左右。那么如果要进行和扩张这个生物质的发电厂，最主要的变动的因素就是这个废材的原料的价格。如果这废材原料价格大起大跌的话呢，就会影响到公司的收入。因为公司卖电给的那个 national 呢，每一个 megawatt 已经定的是马币35分左右，因为你卖output的价钱定了。那么你进来，如果你这个原材料大起大跌，就非常困难了。根据公司现在所生产的这个木材业能够生产的这个废材呢，能够供应大概有40%公司所需要燃烧的原料，另外60%呢就需要跟市场上或者附近的板厂啊、木材业的一些建造公司、制造公司购买。所以在这个价钱接下来这21年呢，就看供应和这个需求的关系了，能够起和落之间的。以大计来看呢，其实设立这个发电厂在丁家楼这个伐木区非常繁荣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对的方式。为什么呢？根据这个森林记所出现来的数据，每年所生产的这个木材是大概是600万公吨左右，那么20%是所产生不需要的废材的，就讲说木屑啊、木材啊、木粉啊，大概是120万公吨左右。公司每天需要燃烧的这个燃料大概是350吨每一天，所以讲说，如果你来计算1年来计算，也只需要5到6%。如果我们跟这个120万公吨来计算，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呢，供应量并不会很大的问题，最主要还是价钱的波动。所以公司也进行了一个叫做木材种植计划。现在呢，也是刚才 Exxon 有跟大家提起，公司会向一位地主租借这个5550个acre英亩的这个土地，进行这个树木的防种计划。当你这个树木每种了4年过后，第5年你就收成，所以呢，这个就能提供60%发电厂所需要的燃料。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就能够进行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商业策略。完完全全的能够比较平安的控制接下来这21年燃料的起落的控制了它的风险。OK， 谢谢小新跟大都精辟的这些讲解。然后刚才既然你都讲到关系到这个 Acacia 嘛，这样我想要询问一下，就是除了刚才 Ashton 讲的那个 Acacia 它是除了4年可以收成之外，同时间呢，它就是反动计划的一个主角啦。那么我想问一下，刚才 Ashton 有讲说，就是它还有更多的功用嘛 ？Maybe 你可以针对这个 Acacia elaborate 多一点关系，为什么你们会选这一个植物呢，作为种植的一个主角？This question I understand. Yes, good. Correct me if I'm wrong. I think you asked the question, why am I planting Acacia mangium instead of other trees? Am I right? Okay, yes. Good. Okay, let me explain to you why we use Acacia mangium and not rubber trees. Now, Acacia mangium is actually a timber or the wood categorized as hardwood. And this hardwood has got what they call high calorific value. When it's high calorific value, it means that we need less timber to generate the kind of power, okay, when it's burned with the steam, and the steam that generates the turbine. So it's hardwood, it's good fuel, it's a high calorific value. The second reason is the growth rate is very high, okay? In short,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people tell you 1 year, 1 inch. Within 4 years, it reaches 4 inch in diameter. Okay? In 4 inch in diameter, one tree, by the time it reaches to the 4th years, they're all talking about 100 kilogram per tree. Okay? The third thing is, the tree is wild. They can grow very close to each other. Okay? You don't need a lot of space. So in 1 acre, you can grow a lot of trees.
The forestry towers, department towers, that you can grow between 800 to 1,200 trees in an acre. You can find it along the highway. They can grow very closely together. That means I can generate lots of wood and timber and fuel within 1 acre of land. All right. The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ey are not expensive to maintain. This wild, you just throw them down there. You don't have to feed them with fertilizer. You just grow by itself. Within the 4 years, they grow until 4 inch, and you can actually lock them down. All right. Now, most importantly, okay, the point I'm trying to express is Acacia mengium happen to be one of the species that is actually being so-called granted by MTIB to have to give an incentive scheme for people to grow it. They provide fundings, loans, and grant available for a forestry replanting program using Acacia mengium. Okay, so that is the reason why we want to use Acacia mengium. Now, how the tree replanting program actually sounds like, I'll make it in a very simple form. 4 years is the optimum size for me. For 4 inch, it's easy to handle. I cut them down and then I just lock them and chip them. Anything more than 4 inch, all right, the thing is become very more meaningful because it turns into a lock. I can sell higher price with lock. Okay, but when it's 4 inch and below, the handling, the weight, everything is just nice for me to do. All right, so I will put under 5 block. 5,573 acres, I can put maybe 1,100, 1,100, 1,000 into 5 blocks. Okay, in these 5 blocks, if I got 1,000 tree in 1 block, planting with 1 tree weigh about 100 kilogram, where I plant 1,000 tree. With these, I can generate enough fuel for 1 whole year. Okay, so in the first year, when I harvest the fuel out, I do a replanting. Then the next one is I lock it down the next year. So I have to plant them 1 year, 1 year, 1 year, 1 year to the 5th year. When the 5th year I come back, I just take them out again, okay, and replant it again. The next coming year, I go back to the 2nd block. The next coming year, the 3rd block again. So this is my tree replanting program that I'm talking about. All right? I hope I got your question correct and answered it correctly. Correct, Dr. Wu. You answered it quite accurately. Okay, thank you. OK，关于这个公司选择种植这种树木叫做阿卡夏树木，它是属于一种硬木，它会拥有很高的这个热值人家讲说，漂亮的女孩有颜值英俊的男孩有颜值，但是树也会有热值。这是什么？叫做 calorific value， 就讲你燃烧的时候它热度非常高。那么你看这样看，你烧这个柴的时候，那个火是黄黄色，人家讲说，哎呀，热度不良锅气不大，炒粿条都不好吃，炒福建面更难吃。但是如果那个火出来是很蓝色，有点像煤气，就是它热值非常高 calorific value。那么这种树呢，它一个阴亩里面能够种不是700-800，甚至到1000棵。那么你就好像你一个笼子里面不是养10只鸡，养100只鸡窝，所以你可以种1000棵1亩，这样就很有价值又生长得非常快，野生野长，也不需要放肥料，也不需要特别去照顾。所以呢，大概是4年过后呢，1年呢，它的直径就成长1寸，4年就直径生长4寸，是硬木，没有空心，非常结实。高度能够大概6个米到8个米了，就是6到8个公尺。那么重量能够100公斤左右。在这方面是要讲来进行的，就是说5555阴谋了，4条5了，555，你切成5片，每一片就1，4条1。这样你在种植的过程里面呢，就4年过后呢，第5年你就能够收成了。那么第2片地你也是种了4年，第5年就收成，就像2022种的树木，2026过后收成，2023种的树木，2027过后就收成。这种以此类推的方式呢，每一次所成长的树木呢，
能够达到的公吨是大概是110千100公吨，这样呢就能够达到公司就是发电厂所需要的燃料的消耗量，其实是有多了出来。最主要是讲说，当跟供应商买这个木材料越来越贵，从每公吨70块、80块到90块，哇，再上的话就影响公司收一收，那么就把本身的树木砍下来成为燃料。当外面的价钱越低，可能是50、60的时候，这个树木就不砍就它先，就给它长得肥胖，越胖就越值钱，就越来越重。所以这种树木就是讲说，开一个海鲜馆的老板每天跟别人买海鲜呢，这样就很难跟顾客交代，因为时不时要起价，顾客都不开心。但是本身在槟城，在海边有个深海养鱼场呢，这样你就控制不到它海鲜价钱哦，它能够调整它的售卖价钱，所以这个生意来源就比较容易控制。同样，在一种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这个生意就比较能够可圈可点了。明白。我们谢谢雅琴的翻译，他这样子一比喻就突然间茅塞顿开OK， 当然last 2 questions from me Dato' Wu. Okay, so before I open to the floor. So my question is, just now you mentioned about the MTIB, right, for the government scheme. So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more about it? Okay. I've been very forward the MTIB Malaysian Timber Board Malaysian Timber Industry Board. Basically, they are actually a body association, that helps to promote the timber that is in Malaysia. Acacia mangum happen to be a species, whereby they want to promote it into Malaysia because of its high calorific value and the growth is quick and it's a hardwood. All right. At the moment, there are not many around. But you can see if it is growing wildly along the highway. But there are at the moment not many people doing a tree replanting program. So what they're saying is, look, they will actually give you a grant or a loan, by buying the seeds, to plant Acacia mangum. All right. Now, in this whole loan they're given to you to go and do this replanting, all right, they are also saying that, look, you don't need to pay first in the first 8 years, On the 9th year, when you start generating your income, then maybe you start the repayment for them, That's one of the examples of the incentive scheme they have. And that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we're saying is, look, it's perfect for us. We're not using Acacia mangum as our wood log. We're using it as fuel. We are needing about 4 years of recycle period. In the event I manage to buy, from outside at a cheaper price, I maintain here and let it grow into bigger to 5 years, 6 years, or 7 years. This can turn to the wood log, in which is good, for the timber industry. All right. So MTIB is fully supportive of this species. Okay. 关于Dato' Wu 所谈到这个 Malaysian Timber Industry Body， 就是讲说，马来西亚森林行业的这个种植机呢，对于有意种植这个 Acacia 这种品种的树木硬木呢，给予很大的支持和奖励。一就是资金上的支持，二就是讲贷款上给有意种植的这些木材公司一个很大的贷款。贷款是什么？最主要是给你买这个种子，然后你开始种这些树。然后你种这个树这个过程里面呢，因为你种树需要时间种榴莲都要5年到10年才能够收成所以种树也一样。在这8年之内呢，你并不需要还这个贷款。第9年过后呢，你才还给这个森林集或森林集团的这个贷款。所以以一个空间。以时间买这个价值的空间，这个最大的这个奖励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以 BDM 这间公司以砍这个Acacia这个硬木作为燃料的话呢，是4年5年，就4年过后6年就砍了。如果有多余的树木是怎么做呢？就让它荒废嘛，并不是，因为当这个树木5年、7年、8年就越长越肥。
那个直径就6寸、7寸、8寸、9寸。等到那个越长越肥过后呢，就变成真正的木桶，而这木桶价值就不一样了。木桶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原材料。你看，高级家庭的家具就讲，哎，你看我的家具硬木做的哦，整片板都是硬木的哦，有品味，所以那个家具贵咯。然后另外一个呢，切了硬木过后，废材废料呢，除了燃烧之外呢，其实是变成这个淬木。淬木搅碎过后呢，你就看到很多上市公司专门做这个生意，生产纤维板 （Evergreen Fiberboard）、Microchip，很多这些纤维板公司呢，现在的行情做都来不及卖，因为家私业对于纤维板的这一个需求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讲一棵树木从种子种起来过后呢，除了树根和树叶没办法卖过后，整棵树都是值钱的，就是这样的。哇，这样听起来也是挺值得的。我借8年，然后我可能已经赚了第2轮的钱了，然后 after that 我才需要去还那个 loan。OK 啊？All right. So Dr. Wu, my last question. Finally, Yes. update the last question. So, do you have any competitors in Malaysia? Oh, yes. We have competitors and yet not competitors. Okay. Competitors, yes, biomass renewable energy. Okay. I think you can see the list. I think Mr. Tan Yap Seng would be better to put into the list for me, okay, on the competitors. Give me a minute. Yeah. I need to share the screen. Yeah. Well, I'll put it this way. Yeah, good. Give me a minute. I share the screen. OK。那么大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啊。OK， 这张是对了。Now, there are few of the power plant that is actually in biomass renewable energy. But as you can see, I would say 90% of it are using EFE, empty food bunch, okay, as a fuel. All right. Now, in empty food bunch as a fuel, they are all using this method, okay, to burn as a fuel to generate the power. All right. Yes, they are my competitors. Yes, they are cheaper in terms of the fuel. All right. There's no doubt about it. But we have got some slight advantage in here. That is, we're using wood waste. Wood waste is a much cleaner fuel, all right, and with a high calorific value, and the handling of the fuel is much less than handling the fuel of EFP. Now, you may ask the question, if the fuel are cheaper, why do you want to use wood waste, right? Now, my point is, as I explained to you, these people are using empty food bunch because their stock available and it's cheap entry price, and there's a lot in Malaysian market because for oil palm is very massive in Malaysia. So they are able to buy, okay, at a price. But in order to generate power, they have to do another item which is not very environmental friendly. That is, they need to do a waste treatment plant, and they are subject to DOE approval. Now, they don't want to use wood waste because they need to buy in the market, and it is not easy to obtain. And wood is basically a business whereby they find it difficult to do unless they are in timber business. Now, we have gone into renewable energy in 2017. We know the market, and we are doing the Chinese call Yat Tiu Long. From the beginning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end of the product, even the waste we are using it. All right. Our fuel cost is well controlled because we are having our own wood waste as well. We are also well controlled because we have the tree replanting program as well. And we have eliminated, okay, the problem of waste treatment plant because ours is purely clean and green technology and is social, 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as well. Okay. And in fact, we have got our clearance from DOE that we don't need any approval because we are under clean energy. Right. So therefore, I think that's why we use wood waste. And what we are saying is, in the event you see all these successful biomass plant,
it would literally mean we could only be more successful, okay, if we are using a wood waste, as our view. 大都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以这个废材料作为燃烧燃料的这种生物质发电厂，其实是非常的净化和绿化，对于这个环境有很大的保护。因为虽然你在燃烧的过程里面呢，你会生产少许的这个二氧化碳，但是如果你这个化学燃料，也就是讲说这个petrol fossil 是用石油煤气的，那个污染更严重。就为什么全世界会走向这个碳中和的阶段，希望能够拥有能够可以持续的能源。是什么能源？树木你可以种，种了你能够烧，烧了就能够种。在种植的过程之中呢，其实你是在释放这个氧气，减少了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二氧化碳，增加了这个氧气。所以这个比较之下呢，也比较少这个环境问题。环境局或者环境部呢，对于这种生物质的发电厂，尤其是以木材作为燃料来燃烧的这种方式呢，是非常的欢迎。因为毕竟这个科技日新月异，也超过了1个世纪在外国这个国家。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讲说要以这个种油的方式，就让我和大家谈一下什么样的这个种油的原料。我就 share 一下这个 screen 我开一下这个 screen。OK， 那么我想一下，你可以看到这张图画吗？现在没有 share 上来过。没有share上来我再试多一次，现在可能是我这边没有弄。OK， 再多一次。OK， 现在这个图画看到了吗？有。OK， 这个就是鲜果串。在马来西亚，大部分的这一个生物质的这个发电厂都是以种油业为主，因为种油业呢，当你要建立这个生物质发电厂，你这个是鲜果串，鲜果串你这个种油粒你就拿去生产种油了，叫 crude palm oil。过后呢，你就会有个空果串这个就是你采的那些，就是这些就是空果串，很多，非常的多。这个空果串呢，也不容易处理，所以他们大部分呢就以这种空果串作为燃烧的原料。那么你需要非常大的数量当你这个中油价钱好的时候呢，你就非常的多空果串。当你中油的价钱不好的时候呢，就可能不够足够这个空果串。那么燃烧原料也面对一个供应短缺的问题。然后另外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你燃烧过后呢，你有这个废水或者污水的处理，你要解决这个污水的处理，你就要有建立这个污水净化厂。这方面呢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所以讲呢，环境局对这方面抓得非常紧，也不是这么简单讲说，当你燃烧了过后，你并不会制造出这个环境的污染，这个问题毕竟还存在。所以讲呢，VDM 呢会选择以木材，是因为本身在伐木业，在木材业已经有40到50年的这个经营的历史。这种相辅相成的方式呢，会比较是讲说，做生不如做熟，不如做熟不如做精，也就是VDM 讲煎饼的宗旨了。你 mute 了你的麦，你声音 mute 了麦。All right. OK， 听到吗？现在 Yes. All right. Okay, thanks. So, a very thank you to Yap Seng and Dato' Wu. So, 通过这一个 interview，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就是，VDM Resources 呢，从刚开始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就是，它从伐木到最后它可能有做其他这种 laminated wood 这种叫什么夹木层OK， 然后过后又有在进军去做这个木屑颗粒，木屑颗粒过后，它又同时间它延伸一个 extension 出来，继续去做它的这个发电厂啦。So 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就是，现在很多企业都很注重 ESG 跟 renewable energy， 这整体可以上来讲是一个 circular economy 就是大家最近很追求的一个 topic， 就是自己生产，到最后废料自己拿出去过后，再让它去变成一个垃圾变黄金的一个概念啦。All right， so OK， so 我们现在就从观众那边去
抓几个 question 出来了。OK， 这个是 from Moon Ying PS， 他询问了，请问公司最大的开销是什么？为何过去2016到2018年有盈利的时候呢，大约是现在的3倍 ，profit margin 也很低。谢谢。你需要翻译一下，对不起。Alright, so we have a question from the audience. Yeah. There's a question from Moon Yang PS. Okay. So he asks, what is the biggest cost of the company? Why previously, when the company have profits from 2016 to 2018, which is the profit would be 3 times from now, why does the profit margin still appears to be so low? Sorry, maybe you can repeat one more time, because if I can understand from you, he says that 2016 to 2018, there is a profit margin, right? I think basically he just meant why is the profit margin so low despite that previously the company has greater profits. Despite previously the company have greater profit. The question have a mistake. Let me show the slide why there's a mistake there. Let me show you the slide. Give me. Okay. I think there's a big mistake down there. Yeah. No Actually, worries. I think Mr. Tan, you can actually put up the chart. yes. Are you able to see the Uphill chart? revenue. Are you able to see the chart now? No, Okay. cannot see yet. Yeah, Hey. got. Okay. Yeah. So what happened here is actually the company saved for the year of 2016 making a profit. Since financial year end of 2017 is running the loss for the consecutively 4 years, 9 months. So therefore the question, there's a mistake, probably they extract the data slightly wrongly. This is a year-to-year result, year-to-year profit, and there's a losses there. Okay, maybe I can just attention it to Moon Ying PS. Yes, the company has not been doing very well since 2016 to 2018. All right. Now, as I always mention, okay, to a lot of people, the problem behind of timber business is a very cash-strapped business. When you're in timber business, most of the banks doesn't give you a loan. All right. We have been buying our machineries all the time, okay, in cash form. That's why you see, despite the losses we have never complained much about the cash flow. We are only talking about the cash flow in relation to allow the company to move forward with a greater profit. At the moment, we apply in these right issues that we're calling for. Some of them are for working capital. And it involves the working capital in actually upgrading our plant of the biomass pellet to a higher capacity. At the same time, is to buy more raw material to generate more so-called biomass pellets to be exported out. Okay, the reason of the losses, I say, is something that we cannot call for simple reason is the overheads in against the capacity of the output, okay, needs adjustment. And that's why we are here today, to maximize the whole issue by having a power plant that whatever wood waste that comes in, whatever chipped wood sawdust will goes into for wood pellet, and the balance will goes down to as a fuel to power plant that will create the maximum efficiency with zero wastage to generate more profit in that sense. All right. Actually, Moon Ying PS said that maybe she would like to know what's the major expenses of your company. Okay, And that's the what she clarified. major expenses is the current overheads in relation to the capacity of the plant. Like or don't like it, there's a minimum expenditure for the overheads. Okay, the plant capacity that you're going to move on. Okay, and how much can you produce accordingly. Now, assuming the average price per ton, okay, for wood pellet is 400 ringgit per ton. If I'm producing 1,005, okay, I'm only doing 60,000. You know, at the same time, whatever there is, I also have to pay for the workers on site.
And they are, as a listed company, you know that the expenditure is not going to be cheap in the head office as well. All right. So we need a minimum target to move on. Okay. So with the pandemic that way, with the logic that way, if I can produce a lot. Now in 2017, we can produce more. Yes, because at the particular time, the wood, the raw materials availability are there. Now we are foreseeing these will come back. And with the replanting program, whatever surplus we can actually utilize it for our wood pallets. Okay? So if you tell me, we're definitely looking forward, okay, having this team replanting program, okay, as well. And with me having the consumption of wood waste for my power plant and my wood pellet, definitely I'll be in a better bargaining power, okay, in actually in the costing of the fuel to be supplied to us. Yeah. All right. Will that answer to you, Miss Moon? OK，我需要share 一下这个 screen 一下，因为不然的话数字会比较难讲解一下。OK， 现在可以看回到这个图画了吗？可以看到这个 chart 吗？有看到。OK， 大豆腐想跟大家分享是讲说，因为这个公司有一个基本的开销，当公司这个营业额或者是生意量不足够高的话呢，就会演变成没有一个经济效益。但是你基本的开销，员工的薪水租金跑动维修这些板厂维修这些工厂还是必须要存在。所以当你这个营业额不能够冲上来过后呢，被这个基本的开销高过你的营业额时候，就演变会有这个亏损。那么在这个木材这个行业呢，大部分是以现金作为交易的一个准则了。想跟银行贷款呢，暂时银行这么多年以来并没有这个习惯想贷款给这些木材业的公司，所以在这方面公司会面对一些进退两难的地步。那么这个亏损这方面呢，当你所谈到的这个营业额2016、2017、2018比较高的时候呢，这个亏损就比较小了。那么在2019和2020跨业，因为一直缓慢下来了，也是遇到这个 MCO， 所以整个行业一走低下来过后呢，亏损就变得更加巨大了。也就是讲说，你一间 Starbucks 的店，当你卖1000杯的这一个咖啡，你可能只是收入平衡了；当你只能够卖600杯的咖啡，你亏损就更大了。你除非是能够卖到2000杯的咖啡呢，你才可以为少许的盈利。所以简短来说，也就是说，当没有经济的效益之下呢，就演变成这个亏损会存在在过去这几年了。明白。文燕也有讲 thank you 啦，所以我觉得他都不是有回答到他的问题哦。Okay, so last question from Elston Ha. What's the difference profit margin for turning the wood into papers than energy? Well, good question. The question and the answer will be,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paper business. And I only know about energy. Why I don't look into these to papers is really very simple. My point is, I am going into ESG compliance business. I'm going into green energy. I'm going to biomass renewable energy. Like or don't like it, the current trend of the world trend is going into ESG compliance. Papers are not green energy and not green technology. And therefore, I would think that basically it's something that doesn't cross my mind to do something that is not in accordance to BTM's vision and mission. We want to go to ESG compliance, green energy. So sorry about that. I don't know what's the profit margin into papers, and I don't know what are the risks in papers. Okay, and everybody is going digital. All I can tell you, I think papers i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the market is going to, the demand, the chances are it will come down. And think energy is everyday people using it. I don't see the reason why the consumption of energy will come down. All right. 关于大豆腐所谈的是讲，因为本身并没有涉足在这个纸制造业的这方面的这个生意，对这行业不了解，也没有专业的知识，所以很难分享。
为什么如果比较之下，让木材成为纸张和让木材成为这个能源呢？这双方面的比较，哪一个会比较赚钱呢？那么有意思想了解到这个纸制造行业，可能你可以研究一下一些马来西亚上市或者像台湾上市公司，比如讲 Ona Paper 啦、Muda 啦，都是制造不同纸张、纸皮、纸箱、纸盒的这些公司，可能那一方面你会比较得到比较完整的答案。那么他想说是讲 BDM 既然都在木材这个行业，也趁着这个时势，将来 ESG 呢会成为不只是马来西亚，是全世界一个非常大的主题。趁着这个趋势，不是讲将来，其实今天已经在发生，已经发生好久了。所有各大的基金经理，各大的世界的基金都尽量投资在能够符合 ESG 条件的公司。所以讲，当资金的主流走向这方面呢 ，BDM 也希望在这个时候能够做一个部署。能够参与其中，而不是在于比较传统的这个行业。那么另外2点，可能大家都会有稍微忘记和提醒大家，是想说，当他进行这个生物质的发电厂之后呢，左手他要控制的是原料的价钱，燃烧原料价钱；右手呢，他已经有一个肯定的买家，也就是的那个 national， 他也不需要每天担心什么时候能够找到买家，因为这个买家已经签了一个合同，接下来这21年会以每 megawatt 35分呢跟他购买这个电力，他只需要把这个发电厂好好的管理好，能够生产每一年8000个小时的生产电力的使用率，如果能够再增加的话是更加好。如果进行这个纸业呢，你是进行一个原产品，原产品就是价钱大起大跌，起的时候就非常好赚，跌的时候就亏损非常凄惨。所以讲原产品这个行业呢，并不是BDM 想进行的行业。他想说，如果今天能够睡得着，明天能够睡得更甜，就是他想进行的行业。All right。So 我们谢谢姚先跟大都的答案啦。So 我觉得 OK， 我没有看到观众有其他的问题了。So 我觉得我们 session 今天就 end 在这里。So before 我们 end 这个 session， 我们想要问一下大都 ，Do you have any other like wishes or any other things that you want to tell the audience before we end our session? Okay, since you asked me, then posed me the question. Also, I have to say something. First and foremost, I would like to enlighten people who have attended this particular interview. I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expending some time to listen to what we have to say. But I want to tell you that basically, this is not the only power plant. We have intention to move on. We have a mission to achieve at least 30 megawatt. But of course, if you tell me I may be going for a mitigation of portfolio of risks, all right? There will be something what we call biomass plant using wood base, which is our core business. We may even look into the extension of our business into hydro, okay? And of course, the next one that we are looking into is actually biogas, all right? Now, all these things, actually, we have in mind to move forward into renewable energy and ESG compliance. And like or don't like it, this is a business that we think that it will be, for benefits of the world, okay, for Malaysia, because we're using green energy. And this is the business that we know that like or don't like it, it will be, okay, that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okay. So I hope you guys out there will support me a little, okay. Give BTM a chance to actually move forward, and you can see the business that we are doing are more ESG compliance, and we have a stable income because our off-taker of whatever we supply, okay, is actually from TMB. And they're basically a AAA rating paymaster, all right? And the energy generated is also for the people in here, okay? Last but not least, may the year of Tiger
be a prosperous year for everyone. Stay healthy, stay safe. Don't try to get into COVID-19. Even if there is, please take care. All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OK，我简短翻译一下这个大都务想和大家分享，就讲说，最主要公司想进行的这个生意是有这个业绩符合业绩这条件，那么有一个是非常稳定的生意。那么简单来讲是讲公司是在转型从一个制造业、伐木业到制造业，制造业在氯化能源的发电业里面能够分一杯羹。那么这个过程里面呢，简单的一个笑话就讲说，以前人没男朋友没女朋友很糟糕，现在你没手机你睡不着觉，但是你没有手机，你一定一样东西你是不可以没有电，你没有电你手机也是废物，电怎么来的？你需要发电厂。所以这个今天的社会没有水还能够去河边，你没有电你不能够向老天爷求救，所以讲这个电力和电源呢是一个不可缺的一部分了。今天整个讲座会里面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公司已经是万事皆备，只欠最后的这一笔资金了，因为从竞标得到这个合同，签了这个合同，委任了这个 EPCC 的发电厂建造公司，也跟 NBFSB 借了这个钱，也跟丁加卢州政府租了这片地，也进行了这个树木的种植计划。NBFSB 的条件也非常简单，你需要的115个 million 呢，借给你80%， 92个 million。公司是要通过这个附加股的计划筹备借下来28%， 23个 million。这样的情形呢，这个发电厂就能够尽快的进行了。那么今天这个10个 megawatt 的这发电厂只是第一个的起步，接下来还有更多想跟各位投资者分享更好的消息讲，公司也积极竞标更多的发电厂的生意。如果将来有好消息的话，就代表如果这辆船呢在这个海岛里面已经停了太久，也是它要起航的时候了。所以讲风大不大就要看各位的支持了。All right， 谢谢Yap Sing，谢谢thank you Dato' Wu for your closing remarks. Also, I'd like to wish Dato' Wu and DTM Resources a prosperous and a thriving new year. And of course, we would like to see great results from DTM in this year or maybe in the upcoming year. So if there's no other questions from the floor, so I'd like to end this session. Thank you, Dato' Wu. Thank you, Yap Sing. Maybe if we are free, we can come out and then have some tea, have some coffee, and we just chat about DTM Resources. Let's have a cup of coffee together when you're free. All right? No problem. All right. So that ends today's session. Thank you, everyone. Thank you, Dato' Wu. Thank you, Yap Sing. And we'll see you again later. All right. Yes.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bye. Thank you. Bye bye.